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雅洁，欢迎收听，欢迎收看财讯的听了才知道。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聊的是，你买的保险真的保险吗？缴了几十年的医疗险，关键时刻够不够用呢？想知道的听众和观众朋友，记得要听到最后哦。那今天我们的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主编洪玲香，玲香你好。雅洁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保险真的不是一个很好懂的东西，虽然大家都有买，但是大家未必都懂。财讯想祝福所有的频道会员和观众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支持与肯定，这些鼓励都是让我们继续带来精彩内容的动力。再次感谢频道会员，也欢迎大家订阅、按赞与分享。新的一年也请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产业发展，掌握投资脉动。像我老公他一直以为他买的是终身的健康险，但结果其实是储蓄险，就常常搞不清，因为他们买了就把它放在床下，或保单非常的厚。很多人一开始买保险都是因为亲戚朋友在做保险，阿姨啊、对，叔叔，然后他就跟你说买这个就对了，买这个就好，不会让你亏。对，你就女人就要有买下去身价，对，然后你就要买你的寿险一类的。总之跟我说辞，我猜大概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第一张保单里面保了什么东西。真的，当然更不用讲，保险其实在这几年的变化是很大的，尤其是去年，对，不管是业者的部分，或者是说民众自己使用上，我自己感受比较深的是在那个疫情期间，对，那个防疫险真的是一阵大乱，对，那个赔了3000亿这样子，对，那个是业者很痛，但其实买的人当时是有听到几个案例，就是说，领那些理赔领得很开心，但是大部分人也就是想买不到，或者是说真的确诊了，要拖很久才能领到这样子，对，整个保险公司都已经大乱，量能不够，所以就是其实 delay 了很多的那个状况，真的有急用的人，其实反而可能会觉得很痛苦，对，而且事实上，我们现在去看医生，大家都会发现，就是说，除了健保，你必须付的什么挂号费或什么费用，其实是一年比一年多一点的，对，但是就是多了，对。假如说家里有重症的长辈啊，需要去做比较多的治疗，甚至于住院的，你会发现必须付的金额其实就是越来越高，对，自费项目变很多，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呢？其实财讯比较关注在产业，那当然就是保单的细项啊，包哪一张险比较可以让你稍微赚多一点，理财型，对那一种的话，我们比较少去琢磨，我们都是关注保障，然后还有就是整个产业的变化。那其实我们蛮早就有在注意到，为了要接轨那个国际新制，那保险公司他们在很多的商品结构啊，还有一些他们的财务方面啊，都已经开始做一些限缩，而且这几年又因为那个国际的金融市场变化实在太大，大家应该还有记得，就是之前他们有做过资产重分类，对，然后还有就是资产负债啊，会有一个负资产的状态，对，这很难想象，大家都以为说保险公司手上是我们的土地公什么一类的，对，结果现在有一天会搞到，账面是负债，对，其实这几年就是保险公司也非常的积极在做调整。对于保险公司来说，简单来讲，你买了保单，他收了你的保费，他就要给你相对应的保障嘛，所以保单的保障对他来说是个负债，而且是很长期的负债，因为我们台湾人最喜欢买的就是终身那个还本型的，动不动那个保单就是50-60年的那一种这样子，所以就对他们来说，他们就必须要重新去调整这个结构，因为不然的话他们负债太长，真的很难说未来的利率变化会怎么样。那再加上就是说2023年的时候，健保就是要严查那个短期住院，他那时候又爆出了有发现很多癌症的病友，很多人都手上有实支实付嘛，实支实付应该是台湾人最喜欢的一张保单这样子，对，因为它就是一个清零上限，然后只要有单据他就可以清零，也不管什么项目。那很多癌症的病友呢，他就利用这个实支实付呢，请医生帮他开短期住院，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住院的理赔，然后去付他标靶药物或是其他药物的一些就是比较新型它很昂贵的那些药物的治疗，那一年可能也可以请个10万左右这样，其实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补贴。但是因为健保他要付医生和医院住院的服务的那个点值嘛，健保就说为什么那么多短期住院，到底是真住院还是假住院，就发现这些癌症病友他们其实根本很多都不用住院，其实现在很多治疗是不需要住院的，对，你可能当天去注射个几个小时，对，化疗或放疗这些，其实在门诊就可以进行了，健保就开始严查，然后医院就不能够进行，然后就开始保险公司就说，可是癌友就说是我们不赔，但是医院不开，就是争议就出来了。对，然后所以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其实那个争议甚至比就是疫情前还要更多这样子。保险公司就说，那既然健保他们基于财务，他们要开始限缩短期住院这件事情，那我们保险公司过去只要保护来，我们还不是就付了，那我们也要稍微就是限缩一下给付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停卖了很多
多很多的保单，但是呢他们上架的保单又不够多，他可能下架10张，可是只上1、2张之类的这样子。对，就是去年上架的新的那个商品呢，应该是10年来最低的一次，最少的一次。然后今年初1月1号开始又有一波比较大的停卖潮，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手上能买的商品呢，其实跟过去20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然后我们能够拿到保障的也跟过去20年前买保单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在这个时候要提醒消费者，他们要重新去看这个保险市场，然后还要检视你的保单，然后赶快做好因应的保障这样。我觉得这个是说它是反常吗？我觉得未必，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新常态了。对对对，因为现在的社会趋势就是高龄化嘛，然后疾病的治疗的方式什么的都跟以前不一样，毕竟科技这么进步，以前癌症真的就是天塌下来，不用想会活了，对，也不能再经过什么太多的治疗，然后存活率也比较低。但现在不是，你透过治疗你是可以维持生命很久，只是你可能治疗时间会很长，所以那当然你以早期的那种医疗险的概念来保障现在的医疗方式是不完备的嘛。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民众啦，然后保险公司啊，然后甚至政府都应该要去面对的问题。是，大概有归纳出几个造成现在这种现象的原因。对，可以再帮我们分析一下。总归来讲，保险市场它出现了3个变化。第一个就是很多的治疗方式都已经门诊化了，但是呢我们日额型的那种健康险综合型的实支实付已经完全跟不上了，包括日额现在不用住院了，那你日额的就用不到。那实支实付呢，小时候可能买的就是个10万20万这样一个上限而已，但是现在随便一颗药就要2000块，化放疗可能1个月就要几千块。如果说是比较新型的那个标靶或者是精准治疗这一些的，那你可能就要上百万，对，数十万上百万都有可能。你现在的保障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支付你未来要因应的医疗的财务风险这样子，这是第一个。那另外呢，就是有关于就是保险公司他们自己也在限缩他们的理赔给付的项目。医生说好，我癌症我要帮你开海扶刀，帮你做什么样的治疗，然后病友他们就要去看那我这个到底有没有放在健保所认定的手术这个方面？因为其实呢，之前有一阵子达文西很流行的时候，我手术就说我不给付达文西，因为达文西不是手术。但是其实大家应该知道，就是达文西应该是一个腹腔的微创手术，保险公司他们就可以认为说我给付的是微创腹腔镜，而不是达文西。就是这就会有很多争议啦。那这个时候就是保单契约和那个现实的状况就是已经有一个蛮大的一个落差，那所以说争议就多了。那另外呢，就是说因为保险公司他们要接轨新制，以前的话他们可能会比较不希望把争议进入到评议中心，可能在保护跟业务员反映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去处理掉了。但是现在呢，保险公司就说好啊，那就走向庭议打官司好了。而现在也发现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争议的认定呢，会依照保险公司的意见来办理，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它相对强势起来了这样子。因为这些变化还有医疗真的越来越贵了，所以说保险市场就是重新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这样从现在开始。对，那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到就是说因为国人对于健康险这个东西商品也变少了，所以现在国人买健康险的这个部分感觉是有降低这个意愿的。然后另外呢又有比较多的纠纷，所以其实民怨也很高。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说，其实有很多重大的疾病现代人是很常碰到的，但是却没有包含在保险里面。其实我们讲的就是身心症，文明社会大家都会开始关注说这些身心症很多都是因为大脑生病。以前的话因为大家会觉得精神病啊，只要失眠啊焦虑啊这些你有这样的状况啊未来大脑你可能就会生病了。所以呢业务员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知道说你到底讲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其实譬如说你如果只是生理上面的，就是觉得你连签这个契约的能力都怀疑就对了。对，你可能保就没办法保，然后你就算你以前保，然后你现在生病了，你现在有焦虑失眠，然后有躁郁症这些，他们也不能保证说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你来申请，可能这次给你，但是下一次可能就不会出现了，就变成这样一个状况。但是其实就是我们有发现说，精神官能症这一些人呢，他们在卫福部的统计上面是人数是越来越多的，比其他的身心障碍的那个比率都还要更高，而且就一直在攀升。所以对啊，尤其像失智的问题，现在其实长者失智
它真的是会造成家庭的很大的负担。是因为其实以前不用活那么久，现在平均渔民已经要超过80岁了。那你超过75岁以上，其实就会先不要说阿兹海默啊那些早发性的那种失智症这样子，你光是超过75岁，你身体功能机能就会退化，那你当然就是一定会难免会产生一些失智失能的状态。那个照顾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花成本这样子。但是很多人都没有去想到这件事情，因为以前都觉得说长照险很贵，癌症险很贵，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像南山他就说他们很努力想要推长照险，但是都会被保护险贵，所以他目前台湾人买长照险只有 5%。对，所以其实是非常的低。但其实这个应该是你未来最可能用得到的。对，因为你可能没有小孩，就算有也不愿意养你，你就必须要好好知道要怎么样照顾自己，至少要有钱照顾自己。对。那我觉得就是对于民众的一些，就是到底自己现在面对这种保险的新常态，这种医疗的新常态，应该要有怎么样想法？我觉得你把归纳了2个很好的心态。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改变你自己的思维，就是买保险不是在求还本，对，不是要求划算还本，或甚至要赚到这样子的想法。对，保险可能你要把它当做就是像你在疫情期间买口罩，或者是买快筛剂的这种，对，就是消耗品，对，就是你一定会需要的，你不要觉得就是说，所以我要买到可以赚回来，对的想法去用它。是因为以前的话，台湾人买保险就会觉得说，我要买那种我最可以回本的，我看一次病就可以理赔到很多的这种的。但是如果是终身还本的话，它会比定期险，就是那种不还本的定期险，大概贵4倍。买癌症险，你说保费嘛？对，保费会贵很多。其实你现在是要想说，你要做的是规避你未来可能会发生的财务风险，就是一个避险的概念啊。那如果说就投资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常常会把避险当成一个成本，就是不会把它当成一个储蓄或者是一个存钱筒那种概念。然后就是大家要把那个储蓄理财和那个保险这个是规避风险用的工具是完全分开这样子。对，我们就是有访问一位就是淡江大学的副教授郝崇仁，他就说他当时就是他父亲一罹癌，他就帮他全家人都买了很高额的那个癌症险，然后1年保费要10万。他老婆就觉得很不能理解，为什么你每年要把10万丢到水里面去，因为是不还本的，然后还定期险。但他要说，就是要是哪一天我们夫妻哪一个人罹癌了，然后我要投入很多，不只是金钱，还有很多的时间。他认为说，就是保险是一个当意外发生的时候，不会破坏你既有资产配置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让你去因应突发状况这样子。这是第一个民众的思维应该要改变。第二个就是，其实医生的建议就是，你就早的多关注自己的身体嘛，对，不要让自己真的是拖到那么严重了才开始治疗，那当然一定是更费力更花钱。对，每个人就是觉得说怎么可能会有人没保险，因为其实以前最高峰的时候，可能台湾是全世界保险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一个人可能有4张保单，但现在稍微下降了一点，但一个人还是有2.6张保单。但其实真的很多人没保险，或者是他们保险是偏贵的，像从事危险行业的人，或者是刚刚有讲到那个身心障碍的人，或者是就是真的是没钱买保险的人，那这些人怎么办呢？就不如好好的投资健检，认真的就是做身体检查。你觉得买保险很不划算，或者是你觉得没有必要的话，那你就要好好的维持自己的身体健康。2024年我有2位很重要的长辈走了，他们都是胰脏癌，说来就来，经历了很痛苦的化疗，但是不到半年都走了。健检非常的重要，这样子。对，那我们这次也有采访到几位达人，就是怎么样看自己的保单，还有就是说自身的需求。我觉得林湘做了一个很好的表格，在我们的第730期的报道当中，民众可以依照自己不同的年龄层，大概会有什么样的需求来加强不同的险种这一块。大家都会觉得说保险要越早买越好，然后越早买满越好。譬如说很多新生儿保单，现在新生儿保单是保险销售的主力，因为爸爸妈妈就是很怕小孩，他们就觉得说刚开始花钱，对，而且一开始就是新生儿时期，就是一直动不动就要跑医院嘛，就觉得说那时候就是要买好买满。但其实新生儿的保单蛮贵的，对。那其实呢，如果说有预算考量的话，爸妈其实反而应该自己要做足保险，然后呢，那小孩就是有基础的一般就是医疗啊、伤害啊，然后还有就是实支实付一点。因为刚刚有讲到，就是要把保险当成消耗品来处理。那你在不同的年龄的时候，你会面临不同的风险。那所以在20岁之前，我们觉得说是基础保障先做好，把一些保障先做起来，那你就是保费也会比较便宜。但是你到了40岁，因为现在都是晚婚少
少育嘛，可能就算生的话也是很晚才生，通常在40岁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你是家中的经济支柱，你就要真的要拉高你的寿险保额。那现在癌症都就越来越年轻化，对对对，大概45岁就已经是它的好发年龄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要规避你的罹癌的风险，还有重大伤病险。但你到了60岁的时候，就是开始可能你之前的保单都蛮多都已经付完了，因为其实现在50几岁很多人都准备要退休了，到真的要过世，通常现在可能还有个30-40年的时间呢。对啊，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活到了超过80岁以后，那你就要开始注意，就是因为你自己身体老化可能会面临的失智，然后长期照护这些需要的一些经济的开销。那其实很多人都停留在高龄者，他就不能够保险了这样子。那其实现在因为整个保险公司他们也都把那个投保的年龄往后延，甚至有些实支实付还可以保证续保到85岁，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才开始要请领嘛，你就可以多做一些准备。但是呢，手术险，因为手术险很多医生超过80岁他不想帮你开，对，就过度医疗了嘛，对，所以说你可以做一些细微的调整啦。我们会建议说，既然保险都已经消耗品了，那你就应该要适时的补足就好了，不用说根据自己的年龄的变化上面的不同的需求。对，那原则上来说，就是如果说你的资产把它分10等份的话，我们会建议说，医疗保险保费的支出大概是你的1/10之一左右。那当然就是如果说你就是本来就还蛮有的，就做很多很多准备的，然后呢又有一人保全家保那种单身的人的话呢，你其实也可以不用这么多，你可以去做更多其他的事情这样子。那就是每个人不同的规划，刚刚讲的都是比较有家庭责任的这种的为主这样子。对，好，对，所以其实就是说保险这件事情其实真的还是蛮重要的啦，尤其是现在医疗真的是不便宜的一件事情。以前大家真的都习惯保单买了就放着数十年。对，你采访的达人当中有一位讲说，很多人都不喜欢跟他的保险业务员接触。其实我自己承认我也是这种人，很害怕。总觉得就是说他要讲很多我可能听不懂的东西，最后的结论就是你该买新的。这样以前会觉得说他就是为了要推销，但事实上可能真的是因为你的需求已经不一样了，你需要新的保险来加强什么的。所以真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林香在我们财讯第730期关于你的保险真的保险吗这一套专题，好好的找一下自己健康保险的答案。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回复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223集永丰金迎娶金城银700天从破局到合意并购的幕后曲折这一集的留言。其实我觉得读者真的很有概念耶，他们的留言都表示大家真的有在关注，而且也有在深入的观察这件事情。林香可以帮我们念一下。财团郑永生先生他提到，永丰金买下金城银只是为了增加在南部的营业据点吧。那个我们另外还有一位财团好朋友 Sam Su， 他的意见也差不多就是这样，都是认为是要扩大营业点。其实这本来的确就是其中之一个选项，因为永丰金是以北部为主嘛。那金城银行大家看那个名就知道，它是那个南部为主，是台南和高雄这边为主的。据点当然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南部的客户。对，因为其实客户听起来有很多有钱人。对，我们之前还做过大南方专题嘛，然后中南部很多那种有钱的人这样什么一类的。对，那这些人都其实都跟土地很黏啦。那他拿到那个据点之后，当然就会比较可以黏住他们这样子。对，我们的财团的那个另外2位粉丝，其实他们也是有同样的看法。一位是 Richardson， 他说金城银做企金还有土建金融最近是赚很多的，他说他不完全是做个人金融，所以他值得额外思考合并效益。那另外还有一位严宗儒，他也是觉得说他们是因为在业务上是可以互补的。是，对，这就呼应刚才林香说的。对，因为永丰他其实大家应该知道，就是他在数位金融上面还有消费金融上信用卡这些都做得很好这样子。那金城银他们可能 focus 就是在土建融，就是南部的那些就是房地产的不动产的那些客户这样子，蛮多机会可以互补的这样。是，好哦。那感谢林香的分享。如果您还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点击我们资讯栏里面的文章连结，也可以购买我们的财讯双周刊第730集哦。听了才知道，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